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登录微信搜索"爱情保卫战"官微视频号，并且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8点到10点，我们都会开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来到节目的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，欢迎各位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阳。关于爱情，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理解。用法律守护真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天津唐鑫律师事务所主任侯元轩，专注婚家，选择唐鑫。爱是克制不住的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用真诚去对待爱。大家好，我是珊娜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浪漫啊，一定要有立足点，这个立足点就是过日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徐伟。相爱是缘，相守是责。好的，再次欢迎几位老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嘉宾，欢迎他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胡，24岁，来自唐山，传媒公司职员；小茂，23岁，来自唐山，待业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的目前感情状态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在一起快2年了，他为了我和家里闹掰去了北京，但是慢慢的他变得飘了，不爱理我了。目前异地恋，他总说我变了，可我认为变的人是他。他从温柔体贴变得很疯、很极端，还有控制欲强的可怕。你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想重新审视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就是他值不值得我爱，值不值得我为他付出这么多。因为我很迷茫，他现在让我觉得很陌生，我现在没法像以前那样处处想着他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和他继续谈下去。今天2个人是来我们的节目要来重新梳理一下你们的关系，是吧？不是，老师，我觉得他变心现在不爱我了，我就是想让他重新爱上我，我想让你们也帮我评评理，分析一下是不是他变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刚才不是说你想重新审视一下你们的关系？你里边说的不是真的呀？是真的，老师，我也想审视，但是我现在比起审视，我更想确定他到底爱不爱我。他对我的控制欲现在就有点太强了，一点隐私现在也不给我留了，跟踪我的行踪。老师，我要解释一下，根本就不是他说那么夸张。你先让他把话说完，你别着急，姑娘。行。之前他来北京，我们2个一起玩了1天嘛。然后我以为他走了，实际上在我那个住处的附近，他找了个酒店在那儿住了几天，跟踪我。有一次我下班路上，他一下他就窜出来，给我吓一大跳。他就在那儿开始质问我，为啥不回他消息啊？实际上我当时挺累的，我是真没看见。老师，我真得解释一下，我真的不是跟踪他。当时他刚到北京嘛，他就一开始说的也挺好的，说什么等着回头站稳脚跟了就接我去，结果他一直都没有什么消息，而且他回我消息就越来越敷衍我。我当时就心里面特别着急，老师，我就想看他到底干嘛呢？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不是说像你想的那样，还是不信。不是你不信，那我给你带回去看看呗，反正今天晚上我也有事儿，我没弄完呢。我就给他带到我家去了。当时这回他是没话说了，但是我没想到啊，我真是万万没想到，就是这一回他偷摸，我不知道怎么的，给我家钥匙给我顺走了。有事儿没事儿他就过来突击一下我。我们有律师在这儿，他说的那个，他说我觉得我不算跟踪，严格意义上侵犯隐私权。那这钥匙呢？这不仅仅是侵犯隐私权了，这叫非法侵入他人住宅。不是老师，我觉得我们2个谈恋爱，去他家怎么了？那多少情侣人谈恋爱都那什么呀？姑娘，咱得有点法律常识吧？可是我进去我也没盗窃他的财物什么的呀，我只是想进去看看他家。什么叫入侵？可是我就是想看看，老师。听着啊，侵入他人住宅不以盗窃为目的都不行。别说恋人关系，就算你们2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他的婚前财产你必须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动。老师，我就是太喜欢他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喜欢他，喜欢的不行了。他当时他也不回我消息，我去他家的就是因为他当时不回我消息，我跟踪他，我发现也没发现啥，我觉得他家藏人了，我这么着急。你不用管，我就想看看他去。是这样啊，小妹儿，你不用跟我们这儿说，你跟你男朋友撒这娇。可是我就是太爱他了呀。这是畸形的爱。哎，姑娘，你不是就是担心他跟别的女生跑吗？你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吗？老师真有啊！我们俩有一次不是吃饭吗？在餐厅，当时他上厕所去了，他手机放在这儿也没锁屏，有一个消息突然弹出来了，写的是什么亲爱的，我当时脑子我都炸开了，我就想他怎么还有个亲爱的呀？我说，哎，这女的到底谁呀？我态度也挺好的，他就说我给他从这丢人现眼。那不是丢人，那是什么呀？你们当时没看见现场，他就开始发疯了。你就是心虚了。
我什么心虚？就是心虚了，那女人我心虚什么？亲爱的了，还置顶了。因为我们平常要这个沟通这个工作的事儿嘛，你为什么要置顶？他工作信息一过来，我可以马上第一时间我就看见嘛。他的工作信息过来会有微信的提醒啊。可是你如果说不置顶的话，你有其他信息，他就把这个信息给盖过去了。你的女朋友的微信置顶了吗？这个你又支吾说不出来，老师他就是跟那女的有奸情，我觉得。他有事儿，你在这哭也没有用啊。之前有用，老师。你之前哭就能挽回他的心啦？之前反正我一哭，他马上就过来哄我。你看我现在在这哭这么严重，他连续过来都不过来，也不安慰我。姑娘，你看见在你哭的时候，他看你的那个眼神了吗？咱们先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啊，是不是两个人有暧昧？我认为我们两个没有，就他对我没有暧昧，为什么置顶？那可能是我这一点疏忽了。我给你解释一下莎娜老师这个问题的背后。一般置顶在我们心中是排在最重要的。那就除了这亲爱的个女生怎么解释？亲爱的，那还解释啥呀？都置顶了，那还解释啥呀？没有说叫亲爱的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解读成亲爱的了，就是一个亲字儿。比方说，小胡，你帮我把这个文档处理一把，谢谢你亲。我感觉这个就是很正常的，就整的好像是我俩私下有点啥。除了这个女生，还有其他的吗？还有一件事情，老师，就是之前我们两个吵架了吧？他说的我也挺难听的，我心里面特别不好受。但是他紧接着给我来了一个，我脚崴了。我当时以为，哎呀，这肯定是跟我求和呢。就是想让我去看看他们。我刚下驾照，我开着车走的国道，开了3个多小时，可到他家那边了。我当时一敲门，那女生开的门，哎呦！当时我都震惊了，老师，我一生气我就走了。他去他家了？对，他还去他们家了，要不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样。我承认那天那个人他确实是在我家呢，但是说不是。那个咱们稍微克制一下。老师，我都是他爱的了，我真有点你让小胡说完了行吗？行。那天是这样，老师，因为那天是周末嘛，那天不上班，结果公司突然他就安排了一点工作。我跟这个女生啊，我们在这个公司是同一个小组的，我们要负责同一个项目。这回来这个工作了，我那个脚崴了，我也出不去。那个女的就挺着急。老师，你快别跟他解释了，这个女生当时在他家给他敷脚呢。所以你都看见了，你还在这哭啥呀？我就是太爱他了，老师，我就恨不得你们几个都一起站起来骂我一遍，我太喜欢他了。老师，他敷脚不敷脚？他这个人，他现在就是性格有问题了，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来，给你女朋友递点纸，快！都舍不得帮你擦一下。你见着这女孩之后，你没问她吗？老师，我当时太生气，我就走了。但是他还让那女生是解释来了，结果老师你猜怎么着？那女生不是解释来，是挑衅，跟我宣誓主权来了。我现在把聊天记录也带来了，我想让大家伙给我评评理，就现在放后边了。真的受不了了，老师，你看他说的，什么我又幼稚了，我又是小土丁了，又长久不了了。别说话，行。妹妹终于通过了，什么事儿？我就是想和你解释一下，今天你看到我在她家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你可别误会呀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我挺欣赏她的，我觉得她不错。她和我讲了你俩的一些事儿，从工作上还是生活上，你都给不了她太多支持。妹妹，你的一些做法确实太幼稚了。她说的果然没错，你还太年轻了，小土妞。我今天加你就是想给你解释一下，我俩没什么关系，但是解释也没什么用，你也听不进去。你觉得你俩能长久吗？后头那笑脸真是别有深意。请问一下小胡，这是你置顶的女生，她这么跟你的女朋友说话，你作何感想呢？就问你觉得她有没有越界？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吧。什么叫可能啊？来，她喜欢你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那你置顶是什么意思？置顶一个喜欢你的人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你也喜欢他嘛，对不？我感觉。然后你跟这个女生还去讲你女朋友的坏话，那不就是已经表明了很多的事情了吗？老师，我从来没有跟这个女生讲过我女朋友的坏话。那她怎么知道呢？你一定跟这个女生说了我的女朋友多么的极端，多么的过分，你多么的可怜，向她倾诉了心声，对吗？是有过。好，这个女生对你的喜欢你也是知道的。对。
你把他置顶，你们两个人关系有暧昧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为什么不在一起？是因为这边不好分手吗？我从来没这么想过，老师，我觉得不对。如果跟他分了手，是会考虑这个女生吗？对。怎么能这样？怎么能这样？你这直面问题挺好，其实把问题聊开了挺好。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啊？你是不是害怕他做出极端的行为？你承担不了后果。我确实有这一方面，但是我也为他付出了很多。我为什么来北京？就是我为什么跟家里人吵架闹翻了来北京？我就是因为你现在为什么不跟他分手？你明明已经不喜欢他，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？我没有不喜欢他，老师，我只是想让他给我一点个人。你敢说你喜欢他吗？在你的女朋友哭成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瞪了她多少眼？因为我们没看见吗？我这儿画正字呢，撇一眼我给你画一道，现在已经2个正字多了。你明明不喜欢他，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呢？你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老师。姑娘，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朗了。不是老师，我总觉得你们劝劝他，他就能再喜欢上我。他毕竟没跟我分手嘛，这不还谈着呢吗？好，我们劝他。来吧，那各位老师尽力吧。情关难过也得过。他到北京的这半年里，你已经无数次的闯进他的生活里不打招呼了。你真的觉得你能够控制得住你自己吗？姑娘，不要在一段感情当中把自己磨得一点价值感都没有。我说这个话真的是心疼你。你知道他今天为什么会和你站在这个舞台上？他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做出选择？是因为有一个在客观条件上和产生价值感上远远要超过你的女孩子。你唯一让他觉得还留恋和还犹豫的，就是因为你今天没有条件的对他好。那老师，我要还这样对他，他能爱上我吗？我就还是这样对他。他会和你在一起，但他会爱上别的人。我经常遇到小梦是吧？这样的女士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律所这不是只做婚姻家事吗？我们有一个法律服务产品叫失恋33天情感愈合陪跑，专门做这个失恋的人群的情感咨询。这得哭成什么样啊？就这样的。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？听好了，你要放过自己，你活的是你自己的人生，你干嘛要依附于别人呢？感情也是一样的，同事当中发生的问题。就从跟工作没关系的聊天开始，11次，我给你学一学啊，这眼神是这样的。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他是不是关心我，老师？他那样就是关心我，我这么干他，我也是关心他。这样是关心你啊！我就这样，你看我，你快看我一眼，我承认，你看我，你别看别人。听我说，哎，这个叫撇你，叫加你。可是我感觉他就是关心我，要不他从之前他也都这么看着我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什么？心理学上头叫生理性厌恶。生理性厌恶，你懂什么意思吗？我懂，老师，但是我感觉我对他是生理性喜欢啊。听我说，生理性厌恶说明什么？大白话就是看见你想吐。我就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，我也不明白两个相爱的人怎么到。我告诉你，那你说的是相爱，人家爱你吗？他之前都是爱我。听着，有一句歌词叫"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"。但是我今天想告诉你的是，别用你的深情去浪费在一个不懂边界、随时留情的人的身上。不是老师，我觉得他不是这样人呢。说完了，说完了。好，谢谢侯律啊。那也正好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，我们侯律呢是专门做婚姻家事的专业的律师。大家如果有关于婚姻啊、家事方面的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，都可以去求助我们的侯律。现在拿出手机，通过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，添加我们的爱宝小助理，就可以获得我们侯律团队的专业法律服务。我跟小胡说啊，你为什么不跟那个女孩好呢？是不是你觉得那个女生有点飘忽不定？是。所以在你和那个女孩之间，其实你的喜欢更多一些。你的女朋友是你的一个工具，这个工具叫做什么？让这个暧昧对象确定自己唯一和专一性的工具。所以你让他去加你女朋友的微信，我猜的对吗？
对，你好无底线啊！你可以不喜欢这个女孩，你可以跟你的女朋友分手，但你不能拿她当利用工具啊！我刚才一直在想，已经都置顶了，为什么不在一起？是人家不想在一起，他为什么不分手？因为那面搞不定啊！万一真的没有搞定，我这面还有个拖着的呀！我拿她当一个利用工具去试探这个女孩，告诉这个女孩，你看着啊，我女朋友有多爱我。所以他利用自己的女朋友去刺激那边女孩，让她女人之间产生内斗和嫉妒心，这样那边女孩就误以为说，哦，我嫉妒他的女朋友，所以我喜欢这个男孩，所以我可以跟他在一起。所以我说，小胡，你这样做有点不地道。这个女孩爱你爱的确实有点极端，但是你别忘了，是谁让她做出这样极端的事儿？祝你跟那个女孩好好的吧，放过这个女孩，今天干干脆脆的分手，让她走。要不你再多看他2眼？我真舍不得老师，我真想就一直看到你们说完了，我都想。哎，小妹儿，我怕我见不着他了，老师，你们说完了，我见不着了，咋整啊？好嘞，小妹儿，你是独生女吗？是的。再过20年，你妈妈可能走路需要人搀着。谁搀着呀？我搀着。那要在这20年里，您干出点什么出格的事儿，20年后你爸爸妈妈老了，指望谁呀？不知道。你最好知道，你爸爸妈妈有一天会需要你的。你是独生女。做决策之前，想着这世界上还有谁势必需要我，再去做决策。行。因为我发现啊，你啊是特别习惯用委屈、用哭来耍赖的。你要非在一段感情里9头牛拉不回来。我个人尊重你的意向，加油，爱他。谢谢老师。豁出去了，我跟你拼了。啊，谢谢老师。你就记着我提醒过你啊，你是独生女啊。异地隔山海，心若相依，山海皆可平；心若疏离，咫尺亦天涯。你和他的距离就像天涯一样，迈不过去。你哭没用，你再看他一眼，来，转过来，看我一眼。我们俩这种男人有什么不同？你老了。我觉得他特别好，老师。我呢？你也好，但是你没他好。我觉得他特别好，老师。何必呢？我问一个问题，姑娘，等会儿，曲老师和你男朋友谁帅呀？他帅。你真是眼瞎了你！来，所以姑娘别哭，听曲老师说好不好？行。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丫头。你见过男人吗？完了，曲老师生气了。你见过好男人吗？他就是好男人。我要是你的父亲，我真的是得把你好好管教管教。他现在嫌弃你。姑娘陪过我，老师他真陪过你是吧？来，姑娘，我给你几个建议。第一，找一份工作。行。多交一些异性的朋友，多开开眼界。第二一个，爱是流动的，不是抓来的。你爱别人太满了，太急了，你自己是空的。那他也可以反过来这么对我，我俩就互相满了，老师。凭什么？因为他说就凭你说，哎，你真棒，你真好，人家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哎，兄弟，咱俩比比。那肯定是老师您更优秀。哦，我优秀在哪里？您既然作为老师了，肯定全方面都要比我的更优秀。我告诉你，我比你最优秀的是什么？是我懂得专一。我结婚快20年了，所以我可以毫不脸红的说，我比你好。那你女朋友为什么只看你看不到我呢？就凭这一点，你就看不上她，但是你又不放过她，是因为你自己知道你配不上别人，你甚至于配不上她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姑娘，先填满自己吧。好好爱自己，慢慢爱别人。有一份爱好，交一些朋友，
看一些书，您的世界就丰盈了，您的眼界就开了，你的世界里就没有他了，因为他不配进入你的世界。就这样，给你10秒钟，再看10秒钟他。来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请2位回到门后。姑娘，看你的路，别往回头看。登录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并且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，我们都会开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，看看他们的结局如何吧。来，准备好，我们就开门了啊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男生是肯定不会在了。女生也走了吗？谁没有？姑娘，你脚怎么了？我刚才老师我太伤心了，我下去我崴了一下，我直接我就摔那儿了，我又想爬着回来，我就是太想他了，我刚一分神的就摔了。你脚崴了疼吗？对，没有心疼啊，老师，还是心更疼啊。脚现在不疼是吗？反正没这儿疼，最疼的还是心里边，老师太难受了。你可能觉得这一刻你的天塌了，对吧？是的。但其实这一刻你世界亮起来了，姑娘，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，希望你从今天开始能够好好认真对待自己的未来，对自己负责任，爱自己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你，再见。谢谢你们。姑娘，你会遇上那个好好珍惜你的人的。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下一组来到节目求助的嘉宾，欢迎他们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李，24岁，来自河北，学生；小孙，28岁，来自河北，护士。那么，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你最受不了对方哪一点？他对我太冷漠了，我无论做什么都打动不了他，我都把自己感动了无数次，他就像个局外人一样。他太哭了，特别矫情，好多事情都在自我感动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他把我宠到天花板。你希望你们俩在感情中都扮演什么角色？他是付出型人格，我希望当个全职男友，他提供经济支援，我提供情绪价值。我想让他成为我的霸总，哪怕是虐我也好。他现在这样，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，甚至我现在又有点厌男的情绪了。姑娘，你要让一个学生成为霸总，我觉得这跨越有点大呀。对，今儿是谁要来的？今天主要是因为我要来，因为我还在上学，所以我的经济不是那么特别好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是获得了一个奖学金，然后再加上做兼职，当时给他买了个金戒指，已经算是我倾尽全力了。然后但是他不需要。那你不是要霸总，这不是挺霸总的吗？但是他收入上面不是不允许吗？你可以送我别的，稍微就是便宜点的。他之前还老跟我说，他说啊，我是付出型人格，但是我男的铁骨铮铮的，我又不可能就是为了钱去帮他去。我会学洗头，就是专门给女生洗头，然后按摩，然后给她采耳，给她做指甲。用你去做吗？而且说你跟个小女生似的，你大四学生，我现在想这么做的，我就是想对你好一点。你想，那是你认为的你对我好，你还做了什么？我这听着挺稀奇的。你然后学洗头，给女生洗头发，对，就是帮学美甲，对，还学啥？还干啥了？刚才我听你采耳啊，还采耳啊，就是因为她是护士嘛，上班一天很累，然后我可以照顾她。我还有一个小包，我平时会带上一点这个创可贴，然后那个点缝边签，什么花露水。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可以做的再好一点，然后我就会带上给女孩绑头发这个就发箍，比如她会有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会带上就布洛芬。她贴心的有点太过了那种。对，然后我需要的就是有度的那种贴心的。他们女生比较关注自己的体重，关于啥的。我还有一个小米尺，黄色的。对这些的话，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去给我准备，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就能准备的。就比如说，他说他胖了，我说不用担心，我从包拿出来，我把那米尺就给他往身上一围，你看没有？你怎么能知道这次量完就没胖呢？这个其实很简单嘛，
我就往小了说，哄他开心就好了。我就说 AI 代替不了人吧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真不行。老师，那我问您一个问题，就是之前我俩不是说他是开始养我，后来我就跟他说，现在我还在学校，我没法出来，你等我出来之后，我养他。我说咱俩可以签一个协议，我现在就是问问老师，我说我这个协议能不能奏效？这样的约定呢，是一种财产约定，在民法典上是允许的。但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，你所谓我养你，你拿什么养他？养的标准是什么？窝头咸菜也是养，每天吃西餐法餐也是养。就是我们两个出去吃饭，他很细心嘛，他也很体贴。对，就是我俩出去的时候，我把我能做的都做了。就比如我俩出去订饭店，然后找地方，然后定位置，把桌面给他擦，因为他穿的裙子穿啥他可能会脏，然后拉椅子，然后给他布菜。布菜这个词一般都是在皇宫里面给皇上。他有更但是我就您说是在皇宫里，但是我觉得。我从心里就是想把她当公主宠，那我不需要这个需求啊，我就是想给她公主一样的待遇。但是我就包括您说布菜，我就是这么想，这就是这么做的。然后后来我就喂她嘛，就有时候比如说我觉得我可以喂别说这个了，老师。然后我就喂她，他喂一次可以是浪漫，他每次出去吃饭都喂我，人家以为我是废物还是啥？不是，等会儿怎么个喂法？他坐在旁边就这样一口对，他就这样，宝宝再吃再吃，那人家以为你是废物呢。我那么大人了，我不会吃吗？别人都是羡慕你。什么叫羡慕？人家觉得有病，没有人，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做到。就是整个餐厅里别的就餐的朋友们，他们怎么感受的？把你们俩当情景喜剧看吗？就把我们当猴看。他们就是会投来这种，哇！他觉得特别有面儿，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吐了，是吃狗粮吃多了，吃吐了。女生刚才在短片里面还说什么男生经常哭，你也受不了。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做得非常好了，他就说我娘，说我对，每次我俩解决问题他就哭，他说我不爷们儿，他怎么哭啊？就从那儿对，就从那哭泣。一般你比如说我要是有时候委屈了想哭了，你要是换正常的情侣，他应该会过来哄哄我吧？他不会的，他跟我定了个规矩，哭一次我们罚100块钱。那100块钱我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是为了不让你哭啊，但是他后面哭得更厉害了。我觉得都别要求他哄你，他没扭头就走就已经不错了。不是他怎么能扭头就走呢？那是公共场合啊！我问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，你有前女友吗？有呢。你对前女友也这样吗？没有对他现在这么好，因为包括我那个跟包似的。最用心的对待的一个女朋友吗？可以这么说。我以前也会拿包，但是不会想到就是往里边放东西越来越多。就是我现在也就是说，以前你其实也给前女友提供过类似的，只不过没有这么丰富的服务，是吗？对，就是我就一步一步完善我的。现在是 Pro 版。那也就是说，下一个女朋友那个包可能会更大。我会努力这么做的。多问一句啊，那几个女朋友的感受如何？也没有那几个吧，之前就一个。那我问一下女生啊，就是你之前也肯定有过前男友，对吧？有过类似这样的前男友？没有，是这么个情况。我俩是从网上认识，然后在认识之前，他之前有一段就是类似于包办的，对，就是他的父母跟那个男方的父母介绍相亲认识的吧？对，是。但是他这个性格有点妈宝，然后所以后来他俩分手，但是后来就已经分手了之后，他家里还是要求他跟他那个前男友，他隔一段时间去吃饭。我就说，那你为啥要去啊？因为我们两个父母就是感情是比较好的，他们父母关系就是世交关系特别好，世交好。所以说就是，那爸妈知道你现在又交男朋友了吗？他爸妈知道，就是不是特别同意我们，所以你爸妈就其实还是想让你和那个男孩再重修于好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但是的话，我是不是特别喜欢那个男生？那你如果可以，你可以不去跟他见面吗？我也是做过反抗的，但是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就是不仅是在于他前男友，他有个亲弟弟，我俩就是比如我过生日，他给他弟弟发红包，就是一发就是1万块。之后我过生日嘛，他送我一件皮夹克，我觉得那件衣服特别帅，我特别喜欢。然后后来我发现。他弟弟也有一件一模一样的，我后来问他，是因为就是他觉得好看，就顺手给他弟弟也买了一件，就是对于我来说是万里挑一的一个特别用心的东西，对于他弟弟就是平常礼物。然后后来我就找他弟弟，我说你把它退了，那是属于我的。他弟弟就有病，他弟弟不愿意，而且就是他弟弟会给他找兼职，然后他就去，就兼职挣来的所有钱他都给他弟弟。那是因为我弟弟给我找了工作呀，而且日常生活中很照顾我。他开始跟我说的就是，那有什么跟亲情上面吃醋的呢？那是亲人，就是我不需要他们把我放在同一水平，但是也别差的太多了吧？本来就是差的多呀。剩下的你还有不满吗？没了啊。好，愿意听我们的那个
分析吗？那我们分析完，你能不哭吗？我能。有纸巾吗？先给他准备点。不用。那行吧，那来吧，吕老师。一段恋爱的关系当中有4种价值：情绪价值、经济价值、心理价值、生理价值。我们要说到的是，你的价值都得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等交换。但是就是我从他的身上中，我感受不到其他任何。你感受不到，因为你也没有对等的去给他呀。你给他提供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满足，他不要，那你给他干嘛呢？他要的那个霸总，从来不是经济自由的那种霸总，他要的是那种可以在能力上覆盖他的那种男性力量的霸气。他比你大4岁，他经历的人生，他经历的社会，他想要的未来的一个情侣的模样，他是越来越清楚。他没有时间陪你去试错，而且能够很好的、很快速的达到他想要的东西。他现在陪你在这段关系里，他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了。不过话说到这儿啊，我觉得反过头来，有什么事情不拖泥带水，既对他负责，也对你负责，好吗？说到这，团长说此人抱头环眼，面如润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。海下扎里扎沙一副黑钢人，犹如钢针，是恰似铁线。告诉我描述的是谁？李逵吗？好嘛，你真有文化。描述的是张飞。那这种样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代表了这个人的样子，代表了他的性格，代表了他的角色。就长得丑呗。这不是美丑，这是他应该有的样子。你跟他在一起这么久，你有没有想过他想要的那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？他为什么要和前任分手？你告诉我。就妈宝男。妈宝，我们归根结底，妈宝原因什么？自己没有主见。他需要一个有主见的人，他需要一个独立的人。你独立吗？所以他想要什么样子的人？第一个先搞清楚。第二，听这几个词啊：担当、责任、依靠、温柔、疏良、细心。这6个词里，哪些是跟男性相关的，哪些是跟女性相关的？我觉得都可以跟男性相关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必须分出来哪个跟男士相关，其实我们更愿意相信前3个跟男士相关，后3个跟女士相关。也就是说，女士在这一刻需要的更多的男士给予的是安全感。第3，送给你一句话：别把敏感当深情，别把脆弱当温柔，也别把细腻当压迫。好，谢谢侯律。也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侯律呢是非常专业的，专门做婚姻家事的这个专业的律师啊。大家如果呢有关于婚姻家事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想要咨询侯律的话，联系他的方式非常的简单，大家只要通过微信去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我们爱宝的小助理，就可以获得侯律师他们团队的法律服务。感动天，感动地，就是感动不了你。就觉得自己已经真的倾尽所有了，但你为什么就是接收不到我的这颗真心？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漠？这是你所有脑子里面的问号，对不对？是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？他为什么冷漠？因为他不爱你呀。所以你做的所有的事情，在他看来，都是给他增加了无数的负担。你哭，他罚钱，他可以掉头就走。你为他准备那个你自己觉得日渐丰满的包，在他看来一文不值。你所有为他想到的这些细心和在意他的表现，只会让他更加的烦你。但是他为什么不分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还没找到下一个吗？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抗拒不了有一个人对自己这么无底线的付出。他在享受着被当作女皇一样的侍奉，但是哪个女王会真的正眼的去看为他提鞋的那个仆人呢？
因为所有这些都已经习以为常了，所以你们的关系很简单，不爱，没了。你觉得小孙爱你吗？行嘞，既然你知道了他不爱我，你还愿意对着他继续像过去那样吗？无微不至，变本加厉，让所有围观的人都惊讶。哇，你还愿意这样吗？不愿意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吗？你其实并不爱他，你是享受他对你这种照顾。他对你这种照顾，他又是男朋友，这时候你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啊？但是呢，又很沾沾自喜。另外啊，小李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爸爸妈妈知道你在恋爱当中是这个状态吗？你是独生子吗？我不是，我有个姐姐。你有个姐姐，我猜他就有个姐姐。就是，我问一下，你作为他们唯一的儿子，你的爸爸妈妈要知道，他们把你供到大4了，眼瞅着要毕业了，你在恋爱过程当中，你是一厢情愿的准备那个包，你去一口一口的喂他，你觉得你爸爸妈妈会怎么想？我没敢跟他们说过。你要把跟我们说的所有的细节跟你爸爸妈妈当面说一遍，你说得完吗？我说不出口。所以你去想，被尊重的前提是有自尊。你核心竞争力，作为他的男朋友，你的核心竞争力够不够？你别就是又准备个包，天天往里加东西，你别做这些其实是你需要表演我有多爱他，然后确定我很爱他，然后让他确定你是爱他的。咱们不要表演。你觉得在你女朋友眼里，男朋友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？或许是有钱吧。你有吗？你说是什么，我这儿都接受。你认为是什么，我都接受。他接不接受在他。我就问你想的那个核心竞争力，你有吗？没有。那你在耽误什么功夫？你做着一个自己亲生父母知道了都无法接受的这么一些行为，你在耽误什么功夫？好嘞，我讲完了。好，谢谢雷老师，来吧，曲总。我很奇怪一件事儿哈，就男生死缠烂打的去这么刻意的体贴，甚至是过界的体贴，女生你为什么不离开他，不跟他分手呢？他其实也有好的一点。当然，他是个对你完全不好的，就不可能有开始。为什么不分手？因为我觉得他还能改，但是我发现这相处1年下来改不了，没办法，就是放弃吧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提分手呢？为什么到这个舞台上来呢？我提过，但是他就是每次一提嘛，然后也不解决问题，他就我错了，我知道我改，但是他没改过，然后一说话又哭。很显然，就像你和前男友还要见面一样，因为你的父母包办了你的感情。你说你知道你怎么才能让一个霸总看上你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温柔不依附，清醒不恋爱脑，独立，这样的女人霸总能看上。你有吗？你对她温柔吗？不，很冷漠。你跟她有边界吗？好像也没有，就如同你在和其他男性一样，包括是你的纵容，让他也没有边界的对你体贴，他认为这是爱，你没有给他及时的正向的回馈，对不对？他一再的把自己包包都给充满了，你清醒吗？这段感情合适吗？你跟他真是有爱吗？没有。所以你只要照这方面去修炼，才有可能霸总看上你。但是我们好好想想，我说这几点，什么样的男人不爱呢？你找不到对的人，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？你没有做到足够的清醒，足够的独立，甚至于不敢跟自己父母说那是我的前男友，我不要跟他见面。你甚至不敢跟他说咱俩不合适，我们分开吧。你贪恋他身上对你的好，却忍不了他的那些缺点，不够清醒。你做到了独立、清醒、够温柔、不依附、有边界，你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
那我们老师的意见都说完了，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看一看，回到门后想一想要不要出来。来，请回到门后。你们猜他还会出来吗？小李可是最后看了一眼他女朋友，是的，现在还是他女朋友。可是最后就看了一眼背影，我觉得他是应该不会深深的回望了一眼。他不会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，就是他们会不会出来吧？虽然感觉上已经知道答案了，但是谁知道呢？爱情会有奇迹的。那么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去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，我们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，小心手。来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。现在要再婚，想给自己孩子留点钱，不放在日后生活中怎么办？其实啊，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及我日常的一些实务案件当中，都能遇到这样的再婚家庭，尤其是带着孩子的重组家庭，他们最大的矛盾其实就是2点：第一，人之常情，谁都想给自己的孩子留点财产嘛。可是往往就遇到了情感婚姻当中的问题，因为对方不同意。遇到了这样的问题，其实很好解决。我们需要在再婚之前，双方说清楚、讲明白，哪些钱是留给自己孩子的，而哪些钱是放在日后2个人共同生活当中的。记住哈，这个东西光说清楚可不行，你们要写下来。这种约定叫做婚前财产约定。听侯律师一句劝，说清楚讲明白，日后才不闹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的爱情保卫战，我们下期再见。